魏太太前2天给我打电话说，安迪是小三儿，骗男人钱财。我一听，我震惊了，我不敢相信啊。对呀，他人我是见过的，看上去挺清纯的，不像是那种不知廉耻的人。我马上派人调查，说魏太太前阵子跑到他公司里去打小三儿，在那之前，魏国强也5次3番的去公司里，还很狼狈的从他办公室里出来。妈，您一定要相信您最初的印象，不是那么回事啊！这事儿很复杂，没那么简单。等回头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我再跟您解释，好吧？我不听解释，我就要你一句话：安迪和那个魏国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不是我，魏国强为什么把那么一大笔的遗产转到他手里？不是，说不出来了吧？不是说，除了安迪是他的情人，还有别的解释吗？不是什么情人呢？这个安迪太有心机了，跟我见面装清纯，跟我握个手吧，还装不好意思。哎呦，转手就在魏国强那儿捞了一大把。像这样的女人，要是迈进了咱包家的门，还不把咱们的家产全挖空啊？不是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他不是装清纯，他就是清纯。那遗产那是何老爷子留给安迪的，跟魏国强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再说了，你以为所有人都在乎咱们家钱呢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安迪他有的是钱，他不在乎咱们家仨瓜俩枣的。你还是我儿子吗？我怎么不是你儿子了？你还是我儿子吗？我去年安迪回国的吧？那个何老先生知道他是谁呀？哼，前几年有几个小妖精勾引你爸爸。他们为了钱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？怎么又说这事？对这些捞女，大钱小钱都是钱。别拿那些女孩跟安迪比，她不一样，她不是捞女。行，就算我看走眼了，她谭宗明不会看走眼吗？安迪是谭宗明从美国华尔街高薪聘请回来的 CFO。有几个女孩是靠自己的真本事坐上高位的？她有吧？那个安迪看上去能力超群，是个金领。背后你了解他吗？他跟那个谭总是什么关系？有没有猫腻？为什么谭总那么器重他？他可比别的小姑娘玩得深。不是妈，您越说越离谱了啊！安迪不是您说的那种女孩。咱俩这样，咱绕回来说魏太太。魏太太是一心想得到遗产，结果泡汤了。她现在丧心病狂，失去理智。她只要能重伤安迪，她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她的话不可信。我不信她，信安迪。当然了，像安迪这种女人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？过分了啊！好，那你听我的话，跟她断绝往来。宝宝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呀，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5迷3道的上那个狐狸精的当吗？什么狐狸精啊？什么狐狸精啊？怎么？什么怎么？你为了他要跟我吵架呀？我跟你吵什么？我跟你吵。你不正跟我吵架呢吗？不是妈，我请你别一口一个狐狸精，一口一个狐狸精的，行吗？您侮辱安迪的同时，等于侮辱您儿子。安迪对于我来讲特别重要，我爱她，我了解她，她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孩。再有一点，您搞清楚了，是我一直对她死缠烂打，不是她追我。我请您尊重她，也尊重我，别做那些没有根据的猜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尊重你。哎呦，安迪。楼下有位包太太在等你，怎么办？不要违心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哟，安迪，下班了吗？下班了。我儿子现在很为难，我想呢，还是我主动上门，跟你来解除误会，免得我儿子夹在中间，影响工作和休息。哎，这样吧，我请你吃饭，我们俩坐下来好好的谈谈。可是今天晚饭我已经有约了。哟，真是不巧，你已经又约好饭局了。那这样，那我就随便在附近吃一点东西，等你们吃完饭，我们继续聊。
我儿子怪我，我今天要是不道歉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我觉得这样吧，我先送您回酒店休息。走吧。楠楠啊，我们两个，一个是中国传统思想，一个是西方年轻人的思想。昨天晚上我想来想去，我们两个是思想不同，有了矛盾。楠楠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那儿娶媳妇结婚，哎，讲究特别多，双方父母要见面，还要请算命先生给两个新人测八字，八字合了才能天长地久。这一切啊，都是透明的。我们两个有了矛盾，有了冲突，最为难的还是我儿子。都说母爱最无私最伟大，为了儿子，我可以改变我的思想，和你呢多沟通多交流。有了沟通和交流呢，我就知道你们年轻人想的是什么了。包玉凡有说要跟我结婚吗？我们从来没有商量过这件事情。你跟我儿子谈恋爱，不为结婚，为什么？这个可能又有中西方冲突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您解释，因为我怕我中文表达不够好，不然您还是去问包一凡吧。你们俩不结婚，你不想嫁给我儿子？这很难理解吗？结婚很麻烦的，比如财产问题，需要清点婚前财产，还需要签婚前财产协议。我在国外有些资产，在国内也刚刚继承部分遗产。清点的工作需要交给专门的会计师来完成。不过我这方面还好，包一凡不一样，你们是家族企业，也不是上市公司，你们的财产都是混在一起的。包一凡的婚前财产需要清点起来，应该比较困难。你就是为了这个？不全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您需要了解的是，如果我跟包一凡结了婚，他婚后的收入将与我共同拥有，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：一是要明确包一凡他的一个资产份额和收入，不光是作为经理人的收入，还有他的资产增值的部分；二是你们未必愿意我来平分包一凡的婚后收入，所以即便我跟他结婚，在你们眼里我依然是个外人。所以在签署婚前协议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会设置好万全之策。可是那样带有歧视性的婚前协议我是不会签的。与其这样麻烦，干脆不要结婚。结婚，你有保障能得到我儿子的财产，就算我们不放手，多多少少呢，你也能得到些，这个数目还是不小的。不结婚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名声也不好听啊。现在什么年代了？我结不结婚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没有必要跟别人解释啊。再说对我而言，婚姻是感情的归属，如果被人为的增加太多的附加条件，让感情不纯粹，我宁可不结婚。不结婚，男人说变就变，这话20多岁姑娘说出口，我信。你都这个年龄了，说出来，我不信。没关系，就当是新旧观念交流吧。我看你跟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你怎么说？不变。是这家酒店吗？好像你到了。